各位起点维度的朋友们，今天咱们要聊的这个案子分量有点重，大家闭上眼睛，设想这么一个画面：假如有一天你正过着平平淡淡的日子，突然有人敲开你的门，递给你一份极其正式、白纸黑字的通知书，这上面清清楚楚的写着咱们所熟悉的这个世界会在哪年哪月彻底走向毁灭。更绝的是，连最后咱们是按什么方式走的，这上面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你拿到这张纸的第一反应是什么？肯定觉得这简直是荒谬，这大概率是个恶作剧吧。但是各位，这事在天体物理学界还真就不是开玩笑。今天咱们要聊的就是一个实打实关乎到咱们每一个人，甚至关乎整个宇宙最终是死是活的头号大案。说起宇宙最后到底会怎么个死法，过去这20几年里，你要是去问那些搞天文学的顶尖大佬，人家大概率会叹口气，摆摆手跟你说，哎呀，别往下查了，案子早在1998年就已经死死的结案了，全宇宙的死刑判决书那时候就已经签完字盖完章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猜猜，在1998年那个节骨眼上，天文界到底发生了一件什么捅破天的大事？当时的天文圈子啊，可是真刀真枪的在抢地盘。世界上有2帮宇宙大侦探，一帮是索尔·珀尔马特带队的，另一帮是布莱恩·施密特领头的。这2帮天才手里攥着全世界最好的望远镜，谁也看不上谁。他们在抢什么呢？抢着弄清楚咱们这个宇宙到底在以多快的速度踩刹车。哎，大家注意听我刚才用的词儿啊，踩刹车，也就是宇宙膨胀正在减速。大家转转脑子想一下，当年为什么所有人都会觉得是减速呢？因为常识告诉他们，宇宙里有几千亿个星系，全是大恒星、大黑洞，只要有质量，它就得有引力。为了让大家听明白，咱们打个最简单的比方，你站在马路牙子上，手里拿个苹果，使出吃奶的劲儿往天上扔，不管你扔的有多狠，地球引力是不是在一直往下拽它？所以这苹果往上飞的速度肯定是1秒比1秒慢。所以在宇宙这么大的尺度上，无数个星系的引力加一块，肯定是一脚重重的刹车。这2帮天才当时唯一想算的就是这脚刹车踩得有多狠。那这刹车力度怎么测？他们找了一把全宇宙通用的卷尺 A 型超新星，这玩意儿大家不用觉得高深，说白了就是一颗小个子白矮星拼命吸邻居的血，只要体重一达到太阳的 1.44 倍，好家伙，一克都不带差的，轰的一下直接把自己撑爆。因为每次爆炸前的体重完全一样，所以它炸开那一瞬间的亮度全宇宙都一样。靠着测这个灯泡有多亮，就能卡死星系离咱们有多远，反推宇宙减速有多快。那几年，这2帮人大半夜顶着高山上的大风，喝着冷咖啡，在几万个星系里大海捞针，终于各自攥住了几十颗古老的超新星数据。到了出成绩的那一天了，大家准备好了香槟，准备看看宇宙这脚刹车踩得有多漂亮。当电脑跑完数据，进度条走到100%的时候，大家猜猜怎么着？没有欢呼，没有开香槟，几百个盯着屏幕的天才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好多人当场没忍住，直接爆了粗口。为什么？因为屏幕上跳出来的数据离谱到极点，那些远古超新星实在是太暗了。大家闭上眼睛想想看，这有多离谱。如果宇宙真的一直在踩刹车，这些光应该离咱们更近更亮才对，可这暗不拉几的亮度像一巴掌狠狠抽在了所有人的脸上。这说明越远的星系根本就没有在减速，他们反而正以越来越快的速度疯狂地甩开咱们。这就好比你往天上扔了个苹果，眼睁睁看着它没掉下来，尾巴上突然喷火，嗖的一声像穿甲弹一样加速冲出大气层了。这帮人3贯彻底崩塌。有位叫亚当里斯的核心成员在日记里直挠头，我算出来的宇宙质量怎么是个负数？这不成扯淡了吗？第一反应肯定是不信邪，快去查是不是望远镜落灰了，代码敲错小数点了吧。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这2帮人像发了疯一样，把底层代码翻了个底朝天，拼了老命的想证明自己算错了。但查到最后，所有人都瘫在了椅子上，没写错代码，没落灰，
两家死对头算出来的结论严丝合缝的对上了。咱们这个宇宙居然在加速膨胀，不知道是哪个隐身人正坐在驾驶室里，一脚一脚的把油门往下死里踩。面对这个大窟窿，物理学界安静了。后来实在没招，只能干了一件特别憋屈的事，跑到历史的垃圾堆里，把爱因斯坦当年骂作一生最大错误的宇宙学常数 lambda 给挖了出来。这里补充一句，爱因斯坦当初提出 lambda 是为了让宇宙模型保持静态稳定，可后来发现这与自己核心的引力理论相互矛盾，相当于自己推翻了自己的推导，所以才自嘲这是一生最大错误。大家试着把这玩意儿往公式里一扔，哎，全对上了。这说明咱们这平时看起来空荡荡的真空中，天生就自带一种诡异的往外推的排斥力。大家想想，既然有力在疯狂的推着星系跑，那它肯定得有庞大的能量作为支撑，对吧？可是科学家拿遍了人类最牛的仪器，找遍了全宇宙，根本看不见它在哪，也摸不着它是个什么成分。它就像一个彻底隐身的幽灵，却不声不响地霸占了咱们宇宙整整 68% 的地盘。看不见摸不着，所以叫暗，能推动宇宙，所以是能量。科学家们只能带着一脸的困惑和无奈，给这个幽灵起了个冰冷的名字，暗能量。大家拍大腿想想看，这事儿有多要命。宇宙膨胀，空间变大，空间变大，排斥力就变多，排斥力一多，宇宙膨胀的更快，这就是个死循环啊！到了最后那一秒，这股力量会把咱们地球，甚至你我身体里的每一个原子，活生生的撕个稀巴烂。物理学界直接给了个名字，叫大撕裂，代表暗能量脾气的那个 W 参数被死死的定在了-1的位置上，一动不动。这里要跟大家说清楚， W 参数等于-1，就意味着暗能量的排斥力始终恒定不变，会一直推着宇宙加速膨胀，最终必然导致大撕裂。这也是1998年科学家给宇宙判死刑的核心依据。大家听到这儿是不是觉得没戏了？凶手找到了，作案手法明确了。但是各位朋友，你们静下心来仔细琢磨琢磨，真就这么简单结束了吗？那批最拔尖的倔驴不服气，为什么？因为定罪的这条证据链太寒碜了。大家可以闭上眼睛想象一个极度夸张的画面，假设咱们把宇宙这138亿年的历史看成是一片无边无际黑咕隆咚的巨大原始森林，那1998年这几十颗超新星数据算个啥？充其量就等于是黑森林悬崖边上几盏快要在寒风中灭掉的破路灯。就靠这几盏忽明忽暗的破路灯，咱们就敢说看清了100亿年的黑历史。这个暗能量难道就没偷过懒，变弱过？科学家们算是看明白了，要想把这事儿查个底朝天，咱们必须想得很招。在100亿光年的深空里，硬生生的找出一把刻度密密麻麻半毫米都不能差的终极卷尺。找不到这把尺子，全人类就只能跪在大撕裂的判决书前等死。说到这儿，可能有些脑子转得快的朋友要在弹幕里问我了，既然1998年大佬们已经靠着超新星测出了暗能量，那咱们全人类多凑点钱，满宇宙多造望远镜找超新星，不就能把这案子查清了吗？唉，大家要是这么想，那就太低估宇宙的残酷了。大家想想，过去这20多年里，这帮搞天文的顶尖大佬心里到底有多憋屈？超新星爆炸那一下确实亮，但这玩意儿太稀罕了。大家闭上眼睛脑补一下这个画面，咱们把宇宙上百亿年的历史看成是一个巨大无比、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森林，那几十颗超新星算什么？充其量也就是这黑森林里头偶尔闪那么2下的萤火虫。你靠着这几只萤火虫发出的那点可怜的光，就敢拍胸脯说看清了整个森林的全貌？在过去漫长的100亿年里，暗能量到底是怎么捣鬼的？咱们根本就是两眼一抹黑。所以科学家们算是看明白了，光靠超新星这案子破不了。想扒下暗能量的画皮，必须在宇宙里找一把刻度密密麻麻而且绝对准的新尺子。这尺子去哪儿找？大家猜猜怎么着？就在所有人快被逼疯的时候，有人猛地一拍大腿。宇宙刚诞生的时候，
自己就给咱们留了一把终极尺子。天文学管这叫重子声学振荡，简称 BAO。大家别被这高大上的学术词唬住，说白了，它就是一块声音化石。什么叫声音化石？大家想象一下，宇宙大爆炸刚结束那会儿，整个宇宙就像一口架在火上疯狂炖煮的高压锅，里头全是几千度的等离子体浓汤，光和物质在浓汤里疯狂撞击，激荡出一圈圈巨大的声波涟漪。但这锅汤不可能一直这么热，大概过了38万年，宇宙稍微膨胀冷却了一点。就在变透明的那一瞬间，奇迹发生了，这锅浓汤瞬间被冻结，那些往外荡的声音波纹就像被人按了暂停键，死死定格在了星系分布的骨架上。后来超级计算机一算，大家发现了一个惊掉下巴的事实，这些被冻住的涟漪每一个的直径竟然都分毫不差的维持在5亿光年。大家听懂了吗？5亿光年，不管是在咱们这儿还是100亿光年外，这圈圈的大小永远是5亿光年。这不就是大自然亲自给咱们发的绝对精确的尺子吗？只要咱们量出这些化石在望远镜里看起来是变大了还是变小了，就能反推出过去110亿年里暗能量到底是怎么作妖的。理论有了，尺子也找到了，但当这帮科学家真撸起袖子准备去量的时候，差点没哇的一声哭出来。为什么？因为这把尺子太大了，它是由无数个暗淡的星系拼起来的。想看清这把尺子，你得把天上几千万个星系一个一个全找出来。大家知道以前天文学家是怎么干这活的吗？大半夜的，顶着高山上的大风，冻得直哆嗦，纯手工把一根一根的光纤插进铝板上的小窟窿里，去对准天上的星星，熬一整个通宵，喝8杯黑咖啡，最多测几百个星系。用这种老牛破车的办法测几千万个星系，全人类测到灭绝都测不完啊！这帮物理学家彻底急眼了，一拍桌子，告别纯手工。既然宇宙这么傲慢，那咱们就拿最硬核的工业暴力，强行把它的面纱扯下来。为了抓这些化石，人类砸了成千上万美金，硬生生搞出了一个机械怪物——暗能量光谱仪，简称 DESI。大家想想那个疯狂的画面，海拔2000多米的荒山野岭上有一台大铁筒子望远镜，科学家们在里头密密麻麻种下了整整5000只微型光纤机器人。每天天一黑，望远镜盖子一打开，这5000个长着独立小马达的铁疙瘩就在2-3分钟内疯狂扭动，死死咬住5000个远在几十亿光年外的微弱星系。说起来容易，大家知道这有多变态吗？到了后半夜，狂风呼啸，气温降到0下，机器对准的精度要求是多少？是10微米。朋友们，10微米就是一根头发丝1/10的宽度。这简直就是大半夜在10级狂风里，要求5000个狙击手同时在3分钟内闭着眼睛打中万里之外一只蚊子的左眼。哪怕有一根光纤偏了几个微米，这一晚上的西北风就白吹了，数据全废。整整1年，这帮工程师大半夜冻得瑟瑟发抖，全靠这5000个小铁疙瘩去死磕几十微米的误差。大家想想看，这就是咱们凡人跟宇宙较劲的办法。笨，但真是硬核到了骨子里。好了，咱们把视线拉回到舒舒服服的大本营，来看看当这帮人拿着命换回来的海量数据汇聚到一起时，到底发生了什么让人后背冒冷汗的怪事。时间来到2024年4月4日，朋友们，这个日子真该圈在人类的历史书上。就在这一天， DESI 团队把熬了无数通宵传下来的1500万个星系的数据一股脑全喂给了超级计算机。当大屏幕上唰的一下铺开那张横跨110亿年光阴的宇宙 3D 网格图时，大家猜猜怎么着？整个原本闹哄哄的实验室瞬间连个针掉地上的声音都能听见，没人敢说话，连气都不敢喘一口。为什么这么紧张？大家想想看，这可不是老教授在黑板上瞎写的数学推导，这是1500万个活生生的星系砸在你脸上啊！那1500万根光纤带回来的数据，就像1500把贼亮的手术刀，咔嚓一刀，直接把统治物理学界26年的绝对标准模型当场捅了个大窟窿。
当时所有人眼珠子都熬红了，直勾勾盯着屏幕正中央的一张折线图。这张图画的就是给宇宙判了死刑的那个 W 曲线。在过去20多年里，教科书都教咱们，这条线必须像死人的心电图一样，老老实实平躺在-1这个刻度上，敢动一下就是大逆不道。可是现在呢，在这块大屏幕上，大家揉了揉眼睛，发现自己没眼花。在距今80亿到110亿年的老历史里，由那5000只机械眼死磕出来的真实数据，居然连成了一条曲线，而且这条曲线它不可思议的微微向上翘起来了。大家当时就慌了，赶紧排错，是不是代码敲错了？机器动坏了？连标点符号都查了，超级计算机最后给出的答案是机器没坏，数据保真，这个翘起的误差仅仅只有 0.82%。0.82%，可能你听完乐了，觉得这不到1%的误差根本不叫事儿啊。但这对于这帮一辈子都在追求极致精确的物理学家来说，这 0.82% 简直就像是在他们原本坚如磐石的信仰上狠狠砸下了一记重锤。大家深吸一口气，仔细琢磨一下，这说明了什么？这就太吓人了呀！这就意味着那个被所有人当成死神，正在疯狂加速撕扯咱们宇宙的暗能量，它根本不是恒定不变的，它居然在慢慢衰退。那个一直藏在100亿光年的黑地窖里，用尽吃奶的力气死死踩在宇宙膨胀油门上的幽灵，此刻竟然悄悄的一点一点的疲惫的松开了他的脚。那好，按理说案子破到这份上，底牌都被看穿了。大家猜猜看，当这帮顶尖的科学家死死盯着屏幕上那条往上翘了 0.82% 的线时，他们的第一反应应该是啥？是赶紧发个推炫耀，还是连夜赶稿写论文，准备订机票去斯德哥尔摩领诺贝尔奖？都没。我告诉你们，当时在场的这几百号人，第一反应是吓得直哆嗦，根本不敢发论文。大家想啊，这帮人在基特峰上吹了几年冷风，大半夜冻得够呛，图个啥？不就是做梦都想搞个大新闻，推翻爱因斯坦，自己当一回物理学的祖师爷吗？现在大好机会摆在眼前，发现暗能量在变弱，足以颠覆人类认知，他们怎么反而怂了呢？这就得提到科学界一个特别要命的心魔了。心理学上管这叫确认偏误，啥意思呢？大家平时都有过这种经历吧？比如你买了一只股票，心里眼巴巴的盼着它涨，这时候你看新闻，是不是觉得每一条都在说利好？就算股票跌了，你也觉得这叫技术性回调。这叫啥？这就叫人要是骗起自己来，那简直是无敌的。在这帮天文学家的脑子里，这头渴望打破常识的野兽无时无刻不在挠门。你想啊， DTSI 这是多大的工程？处理1500万个星系的数据，在这个过程中，你需要不停的去写代码，去清理那些干扰视线的噪点。如果你心里极度渴望看到那条线翘起来，那么你敲代码的手，甚至你在调参数时候的潜意识，都会不自觉的往那个方向去凑。大家千万别小看这种潜意识的偏心眼，哪怕你只在小数点后头第5位，稍微偏了那么一丁点，经过超级计算机成千上万次的放大之后，好家伙，整个宇宙的结局就硬生生的被你一个人给篡改了。真要是发了论文，后来被人查出来是你在数据里夹带私货，那你这辈子的学术生涯就彻底玩完了。那怎么防住这帮天才的心魔呢？这帮狠人灵机一动，想出了一招，连自己都骗。他们搞了一个天文学界极其变态，简直反人类的规矩，叫盲测协议。什么叫盲测？这就好比在医药厂里测试新药，医生和病人谁也不知道吃的是面粉还是真药。但在面对浩瀚无垠的宇宙时，这帮搞天文的对自己下手的狠毒程度，那是远远超过了医学界。在 DSI 庞大的数据刚收集完，准备进入长达1年的分析期时，团队里有那么几个负责保密的核心写码老哥，干了一件内鬼才干的事。他们在瞒着绝大多数核心科学家的前提下，偷偷摸摸的在所有数据的最底层加了一层假滤镜。这滤镜干嘛用的？它专门用来造假。它非常狡猾的把那些真实的星系位置给一点点抹平了，强行伪装成了一副暗能量就是个常数，
宇宙绝对会被大撕裂的老掉牙模样，也就是强行把那个 W 参数死死的锁在了负一上。大家静下心来仔细想想，这画面有多黑色幽默，同时又有多熬人。在长达1整年的时间里啊，几百号这个地球上最聪明的脑袋，天天熬大夜，喝着一杯接一杯的浓咖啡，对着电脑屏幕疯狂的算，每天一上班满怀期待的按下运行键，结果呢，大屏幕上弹出来的折线图就跟心电图拉平了一样，死气沉沉的趴在负一的刻度上一动不动。在那1整年里，整个团队可以说是怨气冲天，很多人绝望的盯着屏幕，直拍大腿叹气，得几千万美金打水漂了。搞了半天，宇宙还是那个宇宙，暗能量还是那个铁板一块的常数，咱们累死累活，啥也没改变。但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死磕了1年的，熬红了眼睛去修补算法的，根本就是一个被人动了手脚的假宇宙。但是各位，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幻象的滤镜再厚，也到了该摘下来的时候。时间来到了2024年的那一天，天文学的圈子里管这天叫接盲会议。大家在脑子里用力还原一下当时那个全网视频连线的现场，跨国加密视频连线的屏幕上，每张面孔都崩得发白，乱糟糟的头发，没刮干净的胡茬下是藏不住的紧张，全场静得能听见彼此麦克风里粗重的喘气声和超算远处传来的低鸣。因为大伙心里都跟明镜似的，接下来的这几分钟就是法官敲锤子的时候。他们过去几年搭进去的青春，到底是变成一堆连垃圾桶都嫌弃的废纸，还是直接把全人类的物理学教科书撕个粉碎，让自己名留青史？就看这一哆嗦了。主程序的总负责人在麦克风前头深深地吸了一大口气，他的手指悬在键盘上微微颤抖，然后果断地敲下了一长串解密指令。大家要知道，这可不是什么输入个密码登个录，在这一刻，这串代码就是扯下宇宙最后一块遮羞布的钥匙。啪的一声，回车键被重重敲下，在地下的那个超级计算机群里头，风扇开始爆发出一阵轰鸣。那层骗了所有人整整1年的假粒镜，就像是被强酸泼上去了一样，一层一层的迅速往下掉。1500万个真实的星系，在被关了1年禁闭之后，终于露出了本来面目，带着最原始最粗糙的真实坐标，疯狂地涌入到计算方程里。屏幕上的进度条开始慢慢往前爬，50%、70%、90%、100%。大家猜猜发生了什么？全场还是死一样的安静，没有一个人跳起来欢呼，也没有一个人开香槟庆祝。你甚至能在底噪里清晰地听到有人发出了一声极度惊恐，仿佛见了鬼一样的倒吸凉气的声音。在那段距今80亿到110亿年的老历史地界里，代表暗能量的那条原本该平躺着的线，竟然像活过来了一样，不可思议的毫无征兆的真的往上翘起来了。这怎么可能？是不是接盲的代码写串行了？是不是电脑中病毒了，把真实的星系坐标给扭曲了？他们宁愿相信是电脑出了毛病，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接下来的几个小时，这几百人像是疯了一样，开始近乎神经质的排错检验，但是查到底层干干净净，解密程序完美无缺，数据没有任何污染。那个微小翘起的曲线是真的，这就是真实的宇宙。那个一直把全人类吓得睡不着觉的暗能量，那个被大家当成神明一样敬畏了26年的绝对常数，他老了，他不行了，他正在衰退。好，故事讲到这儿，悬案是不是就破了？按理说 DESI 团队直接开个新闻发布会，这事儿就算成了。但各位，如果事情就这么简单，那就不叫天体物理学了。在这个圈子里，有一条比钢铁还要硬的铁律，4个大字：孤证不立。就是你 DESI 今天就算拿出了1亿个星系的数据，就算你发毒誓说你的盲测协议天衣无缝，只要你敢站出来对全世界说1998年那帮人算错了，暗能量在衰退，你就必须接受全行当最残酷的严刑拷打。因为你动了别人的奶酪啊，那可是拿了诺奖的铁案，你想翻案，你拿1家之言怎么服众？
被逼到这份上， DESI 团队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行，你们不信是吧？那我们就玩把大的，直接拉外援。他们毫不犹豫的强行调取了天体物理学界另外2座堪称神迹的独立数据库，来了一场终极的3堂会审。第一座大神是谁？是悬在冰冷太空中大名鼎鼎的普朗克卫星。人家是干嘛的？人家是不看星系，专门盯着宇宙大爆炸刚出生那会儿留下的微波背景辐射，也就是去量宇宙刚生下来的体温的。第二座大神则是人类最新一代，也是精确到变态的 A 型超新星距离测算库。大家别忘了，1998年就是这帮弄超新星的人给宇宙判的死刑。今天解铃还需系铃人，把你最新的数据也拿过来一起跑。各位朋友们，大家现在仔细琢磨一下这个局，太绝了。DESI 看的是什么？是星系分布的骨架。普朗克卫星看的是什么？是大爆炸的余温胎记。超新星看的是什么？是远古恒星临死前爆炸的亮光。这3种方法用的完全是不同门派的武功。这就好比是3个脾气古怪，互相连面都没见过，完全不通气的顶级盲人刺客。他们各自拿着截然不同的兵器，在黑咕隆咚的宇宙深渊里各自摸爬滚打，谁也看不见谁，互不通气。而现在超级计算机硬生生的要把这3个刺客交回来的答卷叠在一起算。大屏幕上，红色代表 DESI 的星系骨架，蓝色代表普朗克的大爆炸余温，绿色代表超新星的死亡闪光。现场几百双熬红的眼睛死死盯着这3条完全独立的线，在110亿年的宏大坐标系上慢慢的往前延伸靠近。这3条完全不搭嘎，从3个完全不同方向杀过来的证据线，竟然在那个偏离了负1的致命翘起位置上，严丝合缝的，没有一丁点排斥的，死死咬合在了一起。3个互不相识的盲人刺客在无尽的黑暗里不约而同的把手指指向了同一个方向。这说明了什么？铁证如山啊，兄弟们！这绝对不是什么天气不好导致的误差，也绝对不是人类自个儿在那一厢情愿脑补出来的 bug。 这是咱们这个平时懒得理人的真实宇宙，透过那1500万个星系，越过了110亿年的时间长河，亲自拍在咱们人类桌子上的一张底牌。在那一瞬间，整个压抑到极点的实验室情绪彻底崩盘了，压在他们心头整整1年的自我怀疑，还有压在全人类头顶整整26年的那个大撕裂的死亡倒计时，在这一刻被当庭敲得粉碎。那个曾经不可一世，仿佛要毁天灭地的暗能量幽灵，正在慢慢的衰竭，宇宙正在一点一点的松开它死死踩在加速油门上的那只脚。故事听到这儿，屏幕前的你是不是长舒了一口气？心里一直悬着的那块大石头是不是终于落地了？想着哎呦太好了，那个要把人活生生扯碎的大撕裂原来是个伪命题，咱们今晚终于能踏实睡个好觉了。朋友们，如果你们真这么想，那就太低估宇宙这位老天爷的残酷手段了。逃脱了大撕裂的死刑，宇宙只不过是换了一种死法，顺手帮咱们揭开了一个压迫感更强，更让人喘不过气来的深渊。为什么这么说？大家在脑子里推演一下这个画面，既然暗能量被证明在慢慢衰退，那等到未来的某一天，它衰弱到再也干不过宇宙里物质本身的引力时，会发生什么？咱们的宇宙会极其突兀的迎来一个无比诡异的绝对静止点。大家想象一下，一辆在高速上狂飙了138亿年的重型卡车突然之间没油了，伴随着极其刺耳的刹车声，长达数百亿年的空间扩张戛然而止，时间在那一刻仿佛被彻底冻结。紧接着最让人后背发凉的阶段来了，宇宙里资历最老脾气最硬的黑帮老大引力要重出江湖，全面接管地盘了。大家看大屏幕上那些星系，本来它们都是深红色的，天文学上叫红移，代表他们在拼命逃离咱们。但刹那间，天上所有星系的颜色全变了，不可思议的变成了极其冷厉的幽蓝色，也就是蓝移。
这意味着什么？朋友们，这就太让人绝望了。这意味着所有的运动方向全部掉头了。那些远在百亿光年之外，原本正在疯狂往外跑的庞大星系群，全踩了急刹车，挂上倒档，正以极其恐怖的速度朝着咱们地球，朝着咱们银河系狂砸过来。随着整个空间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急剧萎缩，宇宙会越来越挤，越来越热。在引力的无量重压下，大家别指望能看到什么好莱坞大片里的爆炸火光，纯粹是极其恐怖的，能把空间活活揉碎的引力扭曲。无尽的星系瞬间被碾成粉末，潜伏在中心的巨大黑洞像放出了笼子的野兽，疯狂互相吞噬。最终，咱们熟知的一切，漫天恒星、人类文明，甚至整个银河系，都将在这场名为 Big Crunch 的终极倒流中轰然相撞。万事万物毫无例外，全部都要坍缩回大爆炸之前那个温度和密度无限大的原始起点，一切归零。讲到这儿，大家是不是觉得有点太虚无了？咱们折腾半天，最后还是被捏成一个球。当超算屏幕弹出那行冷冰冰的 W 大于-1时，大家知道这背后是多少顶尖大脑的彻夜难眠吗？在浩瀚残忍的宇宙法则面前，人类这点手段就像在暗夜里极其微弱的点亮了一根受潮的火柴。咱们拼凑出的真理，也许只是造物主后台随手调的一个参数。但是，朋友们，千万不要觉得虚无。大家好好想想，这事儿有多硬核，有多浪漫。咱们算老几啊？我想了说，咱们只不过是一群生活在一颗湿漉漉的石头上的碳基猴子。可是今天，咱们这帮连灰尘都不如的渺小人类，居然靠着大半夜在荒郊野岭亲手打磨出来的那5000个小铁疙瘩，硬生生的扒开了100亿年的时空迷雾，窥探到了造物主藏在手里的底牌。哪怕在遥远的未来，咱们注定要在大挤压中化为灰烬，但至少在此时此刻，我们这个渺小的物种，终究是用理性和数据的锋刃，死死的丈量过，勇敢的凝视过那股试图毁灭我们的宏大力量。这辈子值了。各位朋友，今天这个关乎全宇宙命运的大案子，咱们就盘到这里。如果你觉得听得还算过瘾，请务必帮咱们点个赞，转发给你的朋友，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震撼和想法。最后，千万别忘了订阅咱们起点维度，并且打开小铃铛，这样下次咱们在探秘宇宙深渊的时候，你才不会迷路。咱们下期不见不散。